看网络版的还有英文呐。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最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人。海鲜巴古得，他们就有一个特色，你可以带你自己喜欢的海鲜。肉骨茶唔是干咧用排骨尔哦，不，做地包的呢，啊，这是白安那的啊。那个肉香跟那海鲜的甜味。还有跟鸡肉。难怪一般的车不能进来啊！你不觉得这样看起来都青青的，啊，好吃啊？不啦，如果你开给马来西亚人是开局的，不啦挨啦。哎呀，这个呢，你吃了真的是回不了头，不想投胎的。做包人。哎呀，我 Q 盘，不要让我跑。哇，阿姨啊，那剪很多，为什么下面流成这样？我不知道啊，可是我感觉我越来越像 C 罗了。说到马来西亚，一共有13个州属，包括柔佛、吉打、马六甲、雪兰莪等等。而此次咱们选择由南而北，从雪兰莪州出发。除了因为这里有丰富的地形地貌、多样的产业特色，更有横跨3大种族的生活方式及文化信仰。光是从早餐就能看出端倪。我讲啊，你透早坐的菜市啊买食的，跟肉骨茶有什么关系啊？你有没有看到他写什么？预计海鲜巴古得，他们就有一个特色，你可以带你自己喜欢的海鲜。哦，无怪这早起来，买你上介的食鹌鹑，甲这海鲜料。自己想要吃什么，跟老板讲说咖喱 Q。有通哦，有通哦。特色，来看嘛，来看嘛啊！老板，我们要那个巴古得，我们自己带这个，帮我们加进去，帮我。环姐。肉骨茶唔是干咧用排骨尔哦，不，做地包的呢，啊，伊这是白安那的啊。有条有单纯。啊，恁肉骨茶唔是干咧排骨尔？无一定。全部拢有就对啊，看你要食做一部，啊点就对啊。综合嘛也在。马来西亚的肉骨茶，相信大家都不陌生。没想到因为环境地域的不同，竟然还衍生出海鲜版的肉骨茶。到底这混搭的滋味能不能得分呢？送啦！吃饭好地大，早餐就是要这样吃啊。吃饭虽然是上地大，但是啉茶是上大啦。哎呦，哇塞，你个自己炸茶来。台湾来的啦。哎呦，难怪你刚才跟我要热水。人家的传统哦，我拄仔看，因买家己炸茶米来呢。还有3锅都不一样哈，特色的。这一锅就刚才的那个综合肉啦，有没有？满满的，满满的爱啦。这一锅就是我们的海鲜啊，老板要帮我们多加很多他自己这边当地的特色的海鲜。啊，你多海鲜，肉骨茶内底，干海鲜尔吗？伊内底有卡你看。里面还是有肉。我跟你说，这是他们的特色啊，他们这边用他们的手工的鱼丸啊，然后什么当地海鲜制作的料，然后加上他们自己的酸菜。有没有看到这个绿绿的酸菜？然后加到这个肉骨茶里面。伊这是鱼浆。鱼浆做的哦，伊唔是干那内底有排骨、有猪肉尔呢，内底还有粉装呢，拢有啊，内脏啊什么全部都有。等看，好看。哇，那个肉香跟那海鲜的甜味，这个厉害，做唔出来就对了啦。我看伊这口感甲咱台湾四咸菜是有同款啦。基本上较重口味啊，较重口味。我食看伊，才食起来较有迄鱼仔味。我来食伊的排骨看卖。如何？伊这有一个炭烤啊，上面那个味道，真香。啊，伊这是安怎配？直接摊汤。这是配豆奶，我捌食过啦。那配这。可以哦。没想到肉骨茶的吃法千变万化，
汤头更是随着配料而有不同的滋味，也难怪是马来西亚最具代表性的美食。不过，除了肉骨茶，还有这一样，也是来此必尝的世界级美味。在我们这个地方的后面。 还有为什么要专程换这个车啊？因为那个车普通车上不了，普通车上不了。种在什么位置？为什么一般车上不去？因为它是在切山，那个山是比较切坡的，它水不会积在那个地下，有点像梯田那个茶叶那样子的概念，就是它排水好就可以吸到水。我们的稻米都在山坡那边种田，对，梯田，对的梯田。从这边上的小路。 哇塞，抓好抓好！哇，难怪榴莲也不容易给人家偷啊，很贵的。现在榴莲很值钱啊。都这边进去要看头啊，因为这边的树会比较低。好，关起来，那我们就舒服多了。哦，关起来。因为刚好上坡了，上坡这边起来，帮你。来，冷静点，来蹲，哎，因为怎么做？来蹲。 进来啊！这边全部都是榴莲树了。哇，这些就比较老一些的树。哎，还有更低哦！再蹲！ OK， 难怪一般的车不能进来啊！凯哥还好吗？开玩笑啊！ 来，再蹲，再蹲，哦，来，蹲，撞到还 OK， 别撞到榴莲哦。说到果王榴莲，相信不管喜不喜欢，大家都略知一二。不过听大哥说，这里的榴莲从种植、采收、运送，甚至是食用，都是最高标准。今天的榴莲体验绝对打破我们的既定印象哦。 榴莲啦，马来西亚就不是摘的，就在地下捡起来就好了，捡起来就好，捡起来就好了，很简单的。捡起来，小刚，哦，掉成这样子啊！我们现在每一个绳子都绑在每个榴莲，然后每一个榴莲都已经是这样吊着了，这个是自然吊的哈，这是自然吊的，千万不能拔它，不行。为什么不能拔它？因为马来西亚榴莲一定要熟透了以后，它自然掉下来，才属于一流。如果盖章啊，如果去摘的话就不行，所以说摘榴莲是错的。其实我们是捡榴莲，下来就马上可以吃了。哎，再等多3小时到4小时，让它发酵一会儿。发酵啊，对，还要发酵。榴莲要发酵后才好吃的，就不是马上，它不是海鲜啊，一掉下来就马上吃啊，沙西米没有，只要掉下来都能吃，只要掉下来大好吃，就算是这样，不管大小颗，这样小颗，深深的看起来也是可以吃的。丢，只要它自然掉，或者是。 风吹倒，这个我们要看，我拿榴莲来混动一下，看看它有没有给你反应。如果它这样摇一摇，如公如喊，它这摇一摇可以知道是被风吹的还是它自己掉的。如果它里面是死死的，这个它有可能是还没熟透的。OK， 那个种啊，这种就直接掉地上就好了。不行。对啊，掉地上也可以啊，你就在地上捡就好了。不行。第一，我们怕山猪把它吃掉。你是讲话这边哪来的山猪就好了？第二。 怕人把它丢掉，可是关键还不是这个啦，因为我们这个榴莲呢，一般都是出口的，出口的榴莲呢就不许碰地下，因为地下太多细菌了。这是法规？这个法规就出口的一个规定的。就是捡起来洗一洗哦，别人知道。不行，因为我们这个果园是有标准的，做信用的。但你不是说你们果园是用有机栽种，也不撒药，也不怎么样，就很干净啊？可是这规定啊。 路上没车你也不能开快啊！对，路上指定打开100就100。对。现在老板讲的都是往第一流方向走。对，来看看。没错，栽赃昂就是马来西亚榴莲好吃的最主要原因。也因为要达成这个目标，所以需要绑绳、架网、急速冷冻、真空包装等等的技术层面配合。你别拔错哦。 这个还没掉，这个还没掉哦，还没掉，这不能拔，把它拉开。你们这个是差不多，感觉它快熟了就会。我们大概1周到2周时间，我们大概知道它的那个熟透的季节，我们就开始绑它了。不是大哥，我现在好奇了，我在台湾买的榴莲，我爸爸跟我讲一定要黄，一定要裂。抱歉啦，那个是我们邻国的，就是其他国家的榴莲必须是这样，可是马来西亚一裂它就没有价值啦。
啊，哎，不会加，裂开才是熟，然后那个香气才会跑出来。对啊，这个其实一路来对我们马来西亚的人来说是非常错误的一个示范，或者是一个点子。比赛，就来一个隔壁差这么多。这个一定是要这样，然后拿刀下去开，才好吃。你不觉得这样看起来都青青？对啊，不啦，如果你看见马来西亚人吃开局的没人爱啦，就是不给打了，没有价值啦。真的假的？真的，然后它已经是生水分了，因为它已经发酵到一个程度，它顶不顺了，我快爆了。它就跟它泰国榴莲不一样，泰国榴莲叫我爆了才好吃，大哥，对吧？大哥，我们在节目没有在拍戏，哦，对，没有那么夸张。可是他讲的真的有理耶。你摇动，你有手套比较好，可是我们就习惯了，它咕噜啊，意思说它是熟透了，它没有咕噜的，还是硬包包的就不行，它像好像土豆一样的。我猜。你要咕噜咕噜，你小心你的脸你拼不了的，你要感受它那咕噜会抽过你的手，传到你的心，然后你就明白了。真的是很夸张。哎，真的，就是咕噜，我感受到痛而已，很刺啊！小刚你试试看，不是前后，是上下，是坐着了就上下，对，有吗？它那整动的幅度才一点点就做了，它没有声音，可是它整动力你是手是感受得到的。我手也感受到痛。对啊，坐着你听，啊有了，咕噜。听老板说，不止榴莲果实需要仔细照顾，就连榴莲树在种植过程中也要细心呵护，嘘寒问暖。就是雨季来临的时候，这个就不好有了。对，就把它刮煞壳了，就刮煞壳以后呢，就会比较容易排水。就是寒的时候我们要保水，就放一些棉花这样的感觉。对。然后当没有雨季的时候呢，很寒，这个就好；当有雨季的时候，这个就不好。你就要把它整个，我们就帮它冲凉，就把它去掉了。这也是很手工化的一个东西。每一棵树都要这样子用。每一个猫山王都要这么做。所以后来只知道那猫山王的价值高嘛。这个就是人家为什么我知道，还有甚至人家组团来马来西亚专门吃猫山王。对的，就是这个原因，也是一个学问啦。对，就是其实种植不简单，这稻米、橡胶那些 OK， 可是猫山王的确好像人一样，要跟它沟通，要跟它了解，什么时候冷，什么时候不冷，要盖被不盖被等等之类的哦。你讲高抓你真的，你看这个树枝这么小，如果你让它泛滥的去打果的话，这树枝肯定断。然后品质出来不好所以后来还要去挑一挑，绑一绑，称一称。它这样子整个网起来也是蛮方便的，因为它就不会就直接掉到网这边，不会掉地上。一般高的树，你像以前种下来的人比较高的树呢，都会放网的，因为太高了你爬不了。所以你说你有些地方看到是用衣服借的啦，布借的啦，一样的意思，一样的意思。可是我们就用网，因为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跌。因为他们都强调栽赃，对，一定要栽赃啊。然后另外你看一下这个颜色特别的那个，这个也没有那么轻啊。对的，一般刚才那个掉下来的那个，对。吊起来的那种，立马拿出来，来比一比哈，你看这个，真的哎，对，比较贵的榴莲的原因只有一个，它要么就是老树，要么就是高山的，要么就是高山老树，其实它就是一个高山老树嘛。你说这个是高山老树？对的，反正这个嘞，反正这个颜色的都是高山的，这个就是年轻树，它可以是高山，可是是年轻，就是高山年轻树。这个是高山老树，或者是低的话也是可以老树，这个是低山年老树。我觉得你听到人家跟我话术，哇，公告你直接跟我讲我要带多少钱来就好了啦，不要讲那么多啊，听都没。没事啦，小哥阿星，你们到一会儿就去吃就是了。我说老板，你才是被榴莲耽误的搞笑艺人吧？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马来西亚人对于榴莲品质的坚持可是一点都不随便。所以现在要选果，怎么选？就是用眼睛来选。首先，谢谢。然后，你洗嘞？我太快了，太快了。然后首先我们要看的是品种，看完品种呢就看等级。好，你们手上拿着的这是猫山王，这是猫山王啊，对的。老长，你看它颜色不会很绿的。再来，你看它的刺比较尖的，你看这个刺。比较厚的有没有？比较密集，这比较密的，这比较密比较尖。不是，这个是我们的第二次刺，或者是有些人我们叫 XO。对。可是我们首先看它的刺，再看它的屁股。很多人说猫山王有5颗星，对，的确是有5颗星。可是你再看清楚，其实它也是1、2、3、4、5，每个榴莲都有，比较不明显。对的。可是它有比较竖起来的感觉。哎，这个很有名，大家猜猜看，还是最贵的那个。
这个黑刺，耶，这个就是黑刺了。这黑刺啊！所以你看到它底部也是一样，可是如果看近一点哦，它有这个比较粗的这个刺，看到吗？中间有凸一对对对，这个没有的，因为在运程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把它弄断的。对，它是很比较粗的。哦，这是凸起来的。对的，凸起来的。所以黑刺就是一样5颗星，但是它中间有一颗很明显的刺。啊，这边就是所谓的等级 A 啊，等级 A 标准，或者是这一种 size 的也很好。你看，对，1公斤，这个在1公斤半，2公斤内。所以挑都要挑这一种的。对的，圆形。然后我们所谓的5房有肉，1房、2房、3房、4房、5房，男人只可以有1房，榴莲要5房。哪怕主榴莲的好都有那个线，你看得到吗？看不到是正常，因为我有比你们有经验嘛。对。哎，对了，这有一条，所以我们刀起要落啊，就在这一边下。歪了，老板，紧张了，几百个镜头好不好？好，来准了。刀一进去之后呢，就把它挑开。这就比较白了。啊，对了。哎，这真的就像我们在台湾买的那个颜色。对的，这个一般是我们邻国的那一些，就是这个颜色了哈。这我在台湾常吃就是这个啦。哎，这是土榴莲了，我们的所谓的土榴莲没有品种的，一般猫霜是特别容易开的。哦，快掉，对了，猫山王特别容易开。哎呀，这个呢，你吃了真的是回不了头，不想投胎的。哎，你看它的，讲错话了。为什么？因为它是比较猫山王很浓郁。我们叫 creamy。你前面吃的那一些，再吃了这个就好像，来我这边，味道差很多，差上一个。跟前面看没有比较，没有伤害，一比较，没有伤害。哎，我很喜欢猫山王它带的那个微微的苦味。对的。那个苦味反而让那个甜跟它的那个 creamy 的感觉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的。来，我们就马上进入黑刺的环节。高潮了。黑刺说最贵对不对？现在最贵。你抹了餐呢？哎，最贵呢，我敢说，未必是最好吃，因为很看个人的。有些人喜欢吃猫山王那种霸道，那种味道，可是黑刺它是那种榴莲的淡香，很甜、很顺、很柔的。那当初应该先吃这一颗了，都可以，浓郁都可以，因为看个人啊，有些人就喜欢把最清淡的，享受人生了以后，想淡淡过生活，可以来这个，又来个贵的。来，我看你要怎么过生活。来，哇！哎呦，它也是很黄哎，非常黄，它比那个很黄。哎，差好多，它变得比较偏深啊，深色。哎，哇，香。你会喜欢哪一个？猫山王或者是黑刺？它就比较没有那种重口味。这也带一点苦啊。一点，如果你说霸道的话，没有猫山王这么霸道，它有一点你说的淡淡香，不用怕说你先吃的这个再吃这个，味道会被盖掉。不会，这个吃完之后马上吃这个，你就很明显的，还有一个淡淡的。太幸运了吧！没想到一次让我们吃到马来西亚的2大顶级品种猫山王和黑刺。至于在国外的朋友，只有透过负100度C 的急速冷冻和真空包装，才有机会品尝原汁原味的马来西亚榴莲。这个真的榴莲配这样吃，实在是也是从来没有过的啊！满满的那个榴莲香啊，然后蘸麻酱一点点辣，慢慢的跑出来。现在，但因为榴莲够浓郁啊，它会包住那个辣的味道，其实蛮好吃的。他们当地人说要这样吃才是道地的，就是一点点这个。这个就是一般米饭哦，它也不是糯米。对，你这样的吃法就是米饭多了，米饭少了，米饭太少了，这个太富有了，更富有，太富有。我喜欢这个，就是有榴莲的香气，可是米饭的那个粘性，米饭那个黏，搅一搅就是和在里面。这个最简单、最普通、最传统的。因为这什么感觉？这也好吃哎。酸酸的，榴莲的，但它那个酸不会太酸，微微的一点点，然后它那个咖喱本身的香料那个一点点辣的味道，搭配起来刚刚好的。这一个呢就是炸榴莲，在早期啊，
10多年前我们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我是凭着这个炸榴莲就炸出来的。榴莲一开始就是卖炸榴莲，我们的名称叫冰冻炸榴莲。哦，不好吃不收起来，卖的短啦，魔晶呢？哇，绵绵的，表皮脆的，然后里面那个榴莲开始慢慢有点化掉的感觉。没想到榴莲还有这些创意吃法，下次大家不妨可以尝试看看。不过除了水果出名之外，讲到滋补养颜的圣品，当地还有吉比，同样广为人知啊。五花牛，去一斤白粽，专门给燕子住。哇，这个也很白，很漂亮啊，这个是比较少毛的了。左边，在右边，起来了。看网络版的还有英文的，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最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人。这看那是白种，这看草草啊呢。这一整栋盖起来不是随随便便盖的呢。老公啊，大哥。是啊，这个也要看地点哦。比较郊外的地方是最理想的。最理想的。是，因为我们要考虑到它的食物链。食物链跟它的生态环境，都很讲究，因为它生态环境的转变呢，它会影响到我们的燕窝的品质。不说大家可能不知道，燕窝的食用源自于郑和下西洋。他发现燕窝并进贡给明成祖，因此成为只有达官贵族才能享用的朝廷名品。按着说，对啊，这内底拢无固定的啊。这个白白的，这个就是燕窝了。这么小，那个白白的，对，那个白白的就是燕窝了。对，你看到黑黑的那些就是喇叭了。喇叭是什么？就是播那个燕子的叫声了，就是引它来这边做窝。我好奇问一下，大哥我们为什么要包成这样进来？可是我们这样进来就会说比较清洁啦。比较清洁，也是保持燕子的那个健康啦。我想说，那我们是要进来帮燕子手术的吗？穿成这样子？没有了，这个只是说我们的保持卫生啊，这样啊。你现在要采的是哪一个？我们要采的这三个。这3个都可以采。对，这3个都可以采。那喷的是什么？这个是喷水。一般的水吗？一般喝的水。我不要给它软。对。这个有鸟蛋。哇，好小颗哦。这个有鸟蛋，然后这个鸟蛋呢也是坏的。这个鸟蛋坏了。你看到它已经黑了，还是不透？它看起来里面是黑的。说里面是不是？这里是黑的，不太透。我们如果是它新鲜的话，我们看到那个蛋壳看进去会有半透明这样的形象。对了，刚刚看的是黑的。有半透明的形象的。大家可别看这水泥砌起来的燕屋普普通通，想要燕子安稳的在里面筑巢，就得要根据它们的习性打造，从温湿度到光线、气流，通通都得讲究，也难怪被称为燕子的豪宅。然后手就确认一下有没有鸟蛋，没鸟蛋的话，我们就往它的这个2个角，我们也叫燕角。就是燕子最筑巢最粘在墙边的，粘在墙边最有利的地方，它最有利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往这个地方铲了，左边、右边，然后之后再往中间，然后另外一只手护着它，就这样子简简单单的燕窝就摘下来了。这个就是燕窝，嘿，毛没有很多啊。它也有季节的，它有季节的时候就是它比较少毛。有分季节。它这个是脱毛的季节嘛，对，燕窝会比较多毛这样。这个也很白很漂亮。这个是比较少毛的。右边。收起来就好了。也不会很黏。这样子起来了。你有发现它四周这个都是用铁的不锈钢，可是它为什么要用这个4块的？为什么？因为燕子呢，它住这个角落的位置呢，它是比较缺少这个空气流动，然后它会住的会比较安全，
所以我们装的这个白钢的这个不锈钢呢，目的是说我们要保护到我们的燕窝的品质。因为如果燕窝直接粘在这个燕板上呢，它会有很多的那个板渣、木屑，然后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加工方面呢，就麻烦。所以我们就把它通通放在白钢碗。将收集下来的燕窝经过初步的筛选分级之后，接下来就要进入燕窝加工中最重要的步骤。接下来就是进入重头戏了。对，要准备要挑这个毛了哦。小刚，嘿，我唔知挑毛这辛苦，还搁淋2碗水呢，那大碗掉。这个为什么要2碗水？啊，我们大碗的话呢，可能我们还需要拿来洗刷的。啊，因为有时太干了，没办法的话呢，我们还需要来沾水。哦，不是把它泡进去。啊，没有，都沾水再洗刷一下。是。好，洗刷了过后呢，毛发软了过后呢，我们才有另外一个道具呢。啊，来才夹，再放进去。哦，毛夹出来的毛放在小碗里面。是，这样子的话呢，我觉得我要请一下师傅过来，好不好？我还从最后面这样走过来。对，有差吗？有差，不同位置。对，做最后是最大力的，他们处理的工作最细腻。怎么说？什么差别？不是说在剪毛吗？哦，不是，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当然是处理所有的那些粗毛啊，大毛。对。好，然后去到后面的话呢，他们就会处理一些细毛。所以越后面的代表他的手工眼力最好。你会发觉到这里全部是女的，没有男的，需要女的比较细腻来处理。细心啊。对，让修错落了。对，因为我们注重燕窝的1分钱1分货啊，真的是1分钱1分货。而且这没有办法靠机器，全部都要人工啊。是的，对，沾一下，对，比较好弄啊，比较好弄。对。趁现在我跟你先处理一些粗毛吧。对，因为现在这样子，这种最好弄啊，因为毛很粗啊。哇，有2把刷子哎，有，因为它这个工具很好，因为它这个你看它很尖啊，很细，所以它很好挑。挑大毛还算轻松，听大姐说挑细毛才痛苦。像是大海捞针不说，手眼协调跟稳定性更要足够，否则看得到还不一定夹得起来。啊，直接在这里做起来。啊，观众你看这个。这个这么白了，我要怎么挑？啊，还是有杂质在里面，看到吗？小黑点。啊，有，对。对。我挑不起来，大哥。啊，你夹这样子。这夹不起来啊。是。就刚刚这一点，这一点。啊，看到吗？还有一个手势了，没有？他的手势就是2个手这样子夹住，然后中间取。哦。对，你需要一些手势。真的，它可以夹得起来嘞。清除杂质后，还得经过定型、风干等手续，才算大功告成。而根据燕窝最后的形状，还分为燕盏、燕条和燕碎，其中又以燕盏的价值最高。问你一件事情，好的，为什么会有想要加花的？对啊，因为我老婆。原来是这样子。OK，理解。对，理解哈，这个是啊，因为家里老婆最大嘛。无开封的哦。现在直接把它。哎呦，复制了。哇，对。这个十风堂口味，你是没听过了，就让你。好有趣的味道啊！对。满满的胶质。哇，胶原蛋白，对啊，养颜美容。是的。它里面的燕窝很多好大一块啊！对，太滋润。炖粥那个味道。粥不加排骨，什么都清炖啊，粥的味道。是，因为它就是因为燕窝最主要的成分是有蛋白质在里面，所以炖煮的话有一些蛋清味。看你们喝我都想喝了。不要演了啦，你每天在喝，你是这样燕窝漱口的，真的是要燕窝漱口。该不是说不要说了吗？还有个王子嘛，王子就要顾一些那种外表的形象，谢谢。每天用漱口的好不好？还 OK 吗？好喝里面的燕窝料真的是很多是，很满，是吧？你喝的是茉莉吗？还是玫瑰？它这个我是没有闻过茉莉的。茉莉，对，茉莉香味，花茶味嘛。花茶香呀，对，花茶。我以前喝的茶叶都觉得已经很高级，现在这样喝到这个感觉更高级，因为它真的是有茶香。对，哇，好香哦！有没有幸福感？这喝了心情会好因为它不会死甜。有茶香，然后它
那个茶香下去之后，嘴巴没有东西，可是它还是茶香跟那个燕窝的味道会一直在停留。会在对，难怪女孩子喜欢。没想到花茶跟燕窝的搭配这么合拍，也一改我们对于燕窝的既定印象。相信看到这儿，大家也对马来西亚丰富的天然资源刮目相看，就连大自然鬼斧神工雕琢出来的地形地貌，同样让人惊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然就是位于吉隆坡的印度教圣地黑风洞。刚好今天天气非常好，来逛这个地方啊，是最适合的。马来西亚印度教啊，印度裔的人的一个信仰重镇，因为今天丽没办法，所以他说他有介绍他的这个当地的朋友、好朋友，他可以带着我们一起，他很认识、很了解，看起来像就那个大哥吧，柱子旁边。嘿，他就说在这个旁边，toilet旁边等啊。Hello，nice to meet you too。Nice to meet you，nice to meet you。Lee's friend， Lee。啊，Yeah，Lee's friend。啊，对，丽的朋友啦。Lee's friend。啊，Yeah。哦，完了，真的找一个。巴蒂，新巴蒂的。新巴蒂。You're from？ We from Taiwan. 哦。台湾。So you know this? Yeah, of course. You know this culture? Yeah, I know. Oh, beautiful. Good. Me, I, you go Together. to Nike。Can, no problem. You wanna go out？ 要去看那个拜拜。我们讲什么听不懂啊？你要我跟你讲普通话吗？你会讲普通话？你讲很标准哎。好，谢谢，好的。他听得懂哎。啊，拜拜你听得懂？是啊，我就是听你懂我讲的话，我就是跟你讲话，看你很辛苦一下嘛，就是要帮一下你一下。哦，你讲很标准哎。谢谢。哇，谢谢。哦，咱破平讲啊，我们想上去拜拜啊，想了解一下这个印度教的一些文化，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禁忌，或者要了解一下。对，可以的，没问题，可以。说到黑风洞，除了是大马必访的景点，更是印度本土以外最重要的印度教圣地之一。相信有大哥的带领，我们不只可以凑热闹，更可以看门道。你叫毛妹北姑娘哎，那妹子过来您看买啦。啊，不是，这个是你们这些它是有一套这样子，就是有牛奶。有一些配，就是有一些像配一整组的。对，过后这个就是一套，就是我们是感谢这个神庙里面的，就是这样子。为什么要牛奶？神明要喝牛奶？他不是要喝，这个是你要一个感谢，因为这些牛奶是你做不出来的，就是这个是野生的嘛。就是大部分我们这边里面的东西全部是野生拿出来的，就是天然的啦。天然的，就是我们要感谢，就是给那个我们自己的神这样子说，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这个是。进去拜拜的时候，对，要用的供奉神明，然后拜火拿回家喝啊，没有，你要他们会倒在那边，到时候你要拿也是可以，不过不一定你拿回这个牛奶，你会拿到另外一个别人的牛奶，它是倒出来的，对，长知识，所以这个是油来的，油，对，油要。因为像我们洁净的那种，对不对？就是它是好像说它会倒一个水先，过油牛奶，就是一步一步来这样子。哦，所以都重复倒在里面。对，就是这些粉也是。除了各式各样祈福和供奉神祇的方式让人大开眼界之外，黑风洞天然形成的壮阔石灰岩地形更是令人惊艳。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绝美的耶稣光。至于其他印度特色文化，大哥说傍晚走一趟吉隆坡小印度区就可以一目了然啦。小刚，看今嘛在落雨啦，找一个所在坐一下啦。哎呀，我跟你讲，这个区域啊叫小印度。我们马来西亚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很出名一下，就是我们是很多印度人吃衣服，就是我们穿的衣服，大部分印度的关于印度的东西比较多。对，还有这边可以说很出名的印度人的理发店。哦，理发店啊，下雨嘛，来桑吉，印度 style 的桑吉嘞，对，舒服一下。对，这个理发店不是理发店罢了，你去到里面很多服务的在里面的。哎呦，很多服务的，男人去的地方，走。说到沙龙文化，可是庶民生活中的重要一环，而且各国特色都不相同。这种印度 style 更是各国游客来到吉隆坡小印度指名体验的重点项目。我要躺下来吗？对，你的头要睡下来，对，为什么有一种紧张的感觉？你知道我这一趟来就是故意把头发留着。
然后他在这里剪个造型回台湾。哎呦，做个纪念。好冰。它的味道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比较多客人，主要都是印度人，他们的肤质肤况跟我们华人比较不一样，所以他这个以脸来讲，稍微的粗一点点。哇，还撒粉啊！撒粉好像在做包子还是？哦，阿姨拿我 Q 盘，不然干嘛？这个手，用这个手法很迷幻哦。说实话，它那个手的是有力道的，但不会痛，但是有一种就是按的时候是有一个力道在的，还蛮舒服的啦。哇，阿姨啊，这剪很多，为什么下面流成这样？我不知道啊。可是我感觉我越来越像西罗了。哇，哦，这更粗哎，哦，哇，这个真的就是去角的，出乎意料的这个洗脸变洗头了，洗整颗了。这个是我最爱的印度小吃。这有点在吃什么？你知道吗？Subway。哦，有一点点的菜，那个酱汁啊，口感。看网络版的还有英文的。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最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人。哇，耳后面也洗到了，耳朵里面都洗到，哇，他大拇指是这样嘟进去，看电脑了。他撸的很里面，好像不太妙。我感觉背都带我的塞呀。这该怎么说嘞？舒服中带着些许刺激，你完全猜不到咱们印度师傅接下来会怎么出手。仔细清洁的程度更是超乎想象。不夸张的说啊，整颗头就像脱胎换骨一样。你们一定认不出我就是张岱鑫，你也认不出他是唐正刚，因为我们都是美白过了，好不好？哦，弄完这个脸变得很光滑，不干是免的，是连我的头发都认不出我自己了。有没有看到？他们说这是一个他们去 KTV、去夜店，然后去一些年轻人的造型，年轻人的造型，就是人家看到，就很多女朋友来找你了。哦，我觉得 OK， 我觉得很棒。那我们现在这样去，有点痛哦，可以啊，我们去走一下我们的印度街那边走一下。哦，然后你就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印度街这边特色的衣服啊、吃的啊。喝的啊，什么可以看看。所以我现在这样出去是，我也是印度人。我是要照顾你一下，我怕你的太多女朋友。哦哟，走，我们抓住他了哈。OK。来到小印度，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原汁原味的印度美食，尤其是路边摊的小吃甜点，种类之多，更是让人眼花缭乱。吃点点心啊，这些就是五颜六色的啊，这个全部是甜的。甜的，对，是甜的。这个是咸的吧？啊，这个有一点酸酸辣辣这样。对，哦，这个可以试。这个我很喜欢。这个是我们叫班尼布里，啊，这一个。好，来，放进去哦，一个一口。对，这一颗就是一口啊，来，cheers。会对的。这有点在吃什么，你知道吗 ？Subway。哦，有一点点的菜，那个酱汁啊，口感，然后再加上脆脆，然后里面这是马铃薯啊，对，放马铃薯，是马铃薯，中间好吃哎，这真的是我最爱的印度小吃。
这个没有卖东西啊？有刚刚他们在那边不知道蒸什么。哦，用布包着这样蒸的。这是什么糕？这个好像糕哦。哎，对，有点像糕，那状元糕那种哦。对啊。它是用一种米来做的。这会不会是甜的，然后这咸的？这个没有甜的，这全部是没有甜的，全部都不是甜的，对，全部都不甜的。哦，这些是你要配这个来吃。这些来吃好。哇，这个颜色好漂亮哦，这是什么？这个就是那个绿色的啊，对，看一下绿色那个，就是那个了。哇，这个就是绿色。这个我也没看过，想要一个绿色的，可以试试看。那我试试看这个黄色。好的。是什么配料吗？就是它下面这个有一点配料。哦，有。用这个来吃的，这个是沾它这个是。对，这个是椰子来的。哦，这也是吗？这是什么？这个是一个牛奶。哇，这牛奶怎么颜色这么黄？这个是它是有一点调料，是什么？有一些印度调料放进去。不得不说，印度小吃不止美味，更是色彩缤纷，每一种口味都会给你满满的惊喜。这样的印度 style 也难怪会吸引大家的目光啊！吃原味，我这个原味吃起来有点叶子的味道。叶子是斑斓叶吗？它是斑斓吗？哪一个啊？这个是斑斓，对。哦，加斑斓的啊，斑斓叶。我的就是咖喱香料。它有一点点微咸咸的这个叶子，不，它是这个是咖喱叶子。咖喱叶啊。哦，那你应该咖喱口味。咖喱味，但很淡，很清淡。我要沾这个，它第一个酱。会辣吗？辣，你骗我，这个辣的。哦，这辣，红色这个辣。对，那这个也是代表辣的喽？应该比较是吗？哦，这个不辣。这个椰奶香，啊也辣，后面辣，前面椰奶，不要太多。我就要这个牛奶啊，喝下牛奶，这个牛奶不错了。哎，他们牛奶都一定要拉一下。对。而且是这种颜色的，闻起来奶香味很香啊。我发现这印度人啊，对于做饼真的是有一套，每一种都是不同的做法。对，然后都是吃起来味道也都不一样，有这种像干烙的，它这个是炸的，它炸起来会破开，它这个有点像我们的那种手葱抓饼哦，手抓饼，对，手抓饼这种，它是用手去拍的。它这个常常是什么？这个我就比较好奇，它这个是用什么？用米来做。看网络版的还有英文的，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最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人。这个味道它是有加，好香哦。对，它有加一点印度口味、印度的调料在一起。哇，它牛奶很浓哎，我以为它是果汁口味的。啊，黄色果汁牛奶。对，黄色果汁牛奶。别怀疑，小小的店面外就是有这么多小吃可以品尝，更别说店里琳琅满目的菜色任君挑选。喜欢印度美食的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哦。我发现这个印度人啊，对于做饼真的是有一套，每一种都是不同的做法，对，然后都是吃起来味道也都不一样，有这种像干烙的，它这个是炸的，它炸起来会破开，它这个有点像我们的那种手葱抓饼，有没有？手抓饼，对，手抓饼这种，它是用手去拍的。它这个常常是什么？这个我就比较好奇，它这个是用什么？这个是用米来做，也是用米，用米，他们拿来涮碎过后，他们是拿来做。这个是用面粉来做嘛？对，这个就是用米粉来做。它是这个咖喱是有几种口味，这些是有鸡的口味，有些是有鱼的口味，有些是有羊肉的口味。这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叫印度飞饼，马来西亚可以说，我们叫 roti canai。你看，它也看细哦，另外一层一层的，哇，哎呀，弹性啊！它这个真的跟我们的葱抓饼好像。对，差不多。好吃哎！吃看这个炸的。这个是炸的，这个是可以用这个来炸来。沾这个的。原来它可以这样子包着，然后里面空的。我想吃它的原味。它这个就是有一点油这样子。这两个好香哦。然后这个是烤鸡嘛？烤鸡，它这是点的一些蔬菜配菜。对，这个是蔬菜。蔬菜。
我这主菜要好好介绍，因为每一道都是绿色的。我很想了解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大部分我们印度人煮菜，他们会加一点那些黄色的一个口味进去里面。姜黄啊，对，姜黄，对，姜黄跟姜，对，它是说呢，因为给我们煮菜，它是加这个呢，对身体是好的。没有咖喱的感觉啊，没有，就是你讲的那个姜黄吗？姜黄的味道。有一个东西应该不用试了，都怎么试都好吃啊。看网络版的还有英文呢。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最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人。有一个东西应该不用试了，都怎么试都好吃啊。这家的坦杜里算清爽哎，对，然后最主要这个奶味，对，它表面会用那种酸奶啊什么，然后综合香料去抹在它上面，然后去腌，然后腌好再拿去烤。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真的是非常丰富，不管从饮食、文化、历史，还是生活上的种种轨迹，都能深刻体会。这也是来此旅游最有趣、最独特的经验，值得大家细细品味。